在美国当房东就像过山车，美国的五大坑让你又爱又恨。在美国当房东远没有你想象的每月等收租这么轻松。你可以看到的是现金流，房东看到的往往是深夜的电话、维修单、法律流程和无尽的沟通。很多华人做房东第一年才发现，原来真正赚的不是租金，是心态。5个最容易踩的坑，让你少走弯路。租客不交房租，你真不是想赶就能赶走的。很多租客保护的州，尤其是西海岸，驱赶租客绝对不是说走就走的事情。你不能随意的换锁，也不能断水断电。通常你要先发通知，给租客几天的时间补交房租，然后还要走法院的流程，等开庭，等执行，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的时间来等待。快的话2、3个月，慢的话可能要拖上半年的时间。这个期间的贷款、HOA、地税全部都得房东自己扛。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不是你在赶租客，而是时间在赶你。空调坏了，屋顶漏水，房东永远都在值班。在美国做房东，你得接受一个现实，房子永远是有东西会坏的。空调不制冷，屋顶漏水，下水道堵了，烘干机不转，合同里写谁负责，房东就要立刻处理，不然可能会变成大问题。更崩溃的是，晚上11点的紧急电话特别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房东不能睡觉，这就是常态。有些城市的驱赶流程比办移民还要长。如果你以为租客不交钱就等于马上赶走，那你就太天真了。很多城市驱赶的周期是特别的长的，整个流程包括通知、立案、排期、开庭到执行，每一步都可能拖你的时间，拖你的心态。你不仅要付钱，而且还要付出大量的精力，配合流程，准备证据，出庭。很多房东最后说，不是赔钱的痛，是整个过程特别的折磨人。HOA 的条款比你想的还要多。有 HOA 的社区，房东要面对的不是租客，而是一大堆的规矩。不能短租，不能改颜色，停车位严格，噪音规定，租客的资料需要审核，稍不注意，罚单直接飞来。想提高一点现金流吗？对不起，HOA 不同意。你和租客之间的问题常常会变成你、租客、HOA 的三角关系。人不在本地，远程当房东简直就是精神的内耗。你在东岸，房子在西岸，工人不接电话，邻居的投诉，屋顶的漏水，租客的抱怨，全部都要靠你跨时区的打电话救急。很多远程的房东最后说：“我不是在投资，我是在做客服热线。”当房东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能瞎做。其实，在美国做房东没有那么可怕的，可怕的却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就冲着现金流去买。只要你提前做对了3件事情，踩坑率会大幅度的下降。买房之前，把当地的法规摸清楚，每个州的房东法都是不一样的，驱赶的时间要多久，法院的费用是多少，哪些不能写进合约，哪些城市严得离谱，要提前搞清楚，省一堆钱的第一步。筛选租客的时候要宁缺毋滥，房东最值钱的资产不是房子，而是好租客。一定要查收入、查信用、做背景调查、面谈，合约写细写透，模糊的地方越少，后期的麻烦就会越少。不在本地就一定要找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就能帮你收租、催款、
安排维修，处理紧急问题，走驱赶流程，做月报表。你少赚一点，但你能真正的睡得着。比起省那点管理费，很多房东更怕半夜接电话。在美国做房东其实不是难，而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不难了，你不知道就很难。有一个在湾区做程序员的客户跟我聊起了他去年在洛杉矶买的第一套投资房，原本是打算出租补贴房贷的，结果短短的半年时间，一连串的问题让他直接说当房东太难了。他苦笑着说：“我以为买了房子就能等着收租，结果什么问题都碰上了。”这些事情让我想起了接触过很多的华人房东，起初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希望通过房地产实现资产稳定的增值、养老规划，甚至留给孩子。但是现实却是，如果你缺乏经验，信息不对称，又没人帮你把关，买房和出租可能反而成为了负担。房子买便宜了，却租不出去。当初选了一套看起来性价比高的房子，社区干净，价格低，装修也不错。但是真挂牌出租的时候，才发现附近没有好的学校，没有稳定的租客群体，治安的数据不理想。看房的人要么信用差，要么临时的打工。控制了2个月后，被迫降价的出租，租出去的结果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房子的价值不仅仅要看它的价格，还要看它的社区的结构、学校的评级、治安、就业人群、人口流动性等硬指标。很多第一次投资的人只看房子，不看人住不住的安心，这是关键的误区。租客不交租，赶也赶不走。租出去没多久，房客开始拖欠房租了，后面还拒绝沟通。但是最后才发现，加州的法律非常的保护租客，驱逐的流程复杂又冗长，一旦走法院，不仅要请律师，还要等上几个月。更糟的是，这段时间他既收不到房租，又要继续缴贷款、地税、水电、保险等开支。在美国做房东，合格的租客筛选是第一道防线，要看信用的记录、收入的稳定性、雇主的信息，租约必须写得严谨，违约预案、担保机制一个都不能少。人不在当地，房子出事就很被动。厨房下水道堵塞，租客通知了他，但是他当时正在出差，联系水管工排队排了2天，租客开始抱怨服务不及时，差点给差评了。这才意识到，人在外地做房东不仅是收钱这么简单，还要随时应对问题的责任。如果没有团队的协助，根本忙不过来。在美国做房东需要反应机制，不是出事了再处理，而是要提前有人盯着。远程自管风险大，尤其是遇上突发问题或者租客难缠，容易被动。不懂税，不懂合同，吃亏就在细节。面对租赁合同、房产税表、维修报价单时，还感觉吃力。一个小条款没有注意，结果损失了2个月的租金。到了报税的季节，更是头大。折旧怎么算？维修算不算扣除项？利息能抵多少？
看得眼花缭乱，只能临时找个会计处理。做房东要了解基础的房产税的知识，也要看得懂租约，每个小细节都可能影响现金流，不能只靠感觉来做决定，更不能忽略文件。非常理解华人为什么愿意买房，那是一种稳健的安全感，也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划。但是在美国做房东，不是买下来就能收钱那么简单。你能赚多少钱，往往取决于你少踩了多少的坑。所以，如果刚起步，务必多花一点时间问清楚、学明白、想周到。经验值等于风险防火墙，能提前避开的，尽量别等教训来提醒你。很多房东不签正式的合同，或者是用中国的合同，还在用中文随手写的租房协议，在法庭上很可能一文不值。合同必须清楚地列明租金、维修责任、押金条款、搬走流程，最好用州的法律认可的正规的租约模板。租给超载的家庭，或者分租，或者非法改建。一套房子住8口人，客厅隔板还当卧室。如果违反当地的居住人数或者房屋的结构的规定，你可能被罚款、强制整改，甚至吊销出租的资格。还有很多华人的房东会歧视租客，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有些华人的房东他是不租给带孩子的，只想租给中国人，最好不要带宠物。这些话在美国是违法的。公平的住房法规定，不能因种族、宗教、性别、家庭结构等歧视租客。很多华人的房东是随意的进出房子的。华人的房东可能会说：“我又不是陌生人，我是房东。”对不起，美国的法律保护租客的隐私，你再熟也得提前24小时通知，不能随便开门进屋，不然就等着吃官司吧。偷偷装监控或者是偷看，在室内装监控或者是在租客不知情的情况下监听，这都是严重的侵犯隐私。没有搞清楚租客的权利或者是自己的权利，学习基本的房东法律常识，签正规的合同，还有保存好记录，买好保险，别省小钱赔大钱。欢迎订阅我，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房东的防坑指南。